婆媳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。这句话在中国家庭中尤为真实。大多数人认为婆媳之间天然存在对抗和竞争，争夺的是儿子或丈夫的爱与关注。然而，生活中也有不少婆媳成为彼此的同盟者，共同面对家庭中的风风雨雨。我的故事或许能让你重新思考婆媳关系的可能性，以及秘密在亲情中扮演的角色。媳妇，你过来一下。婆婆神秘地将我拉进她的卧室，小心翼翼地关上门，她的表情异常严肃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婆婆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旧饼干盒，打开后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里面全是现金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，厚厚的一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里有230万，都给你。婆婆声音很低，但你千万不能让你老公知道。我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。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，原本是想给小浩买房子的，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婆婆的眼睛湿润了，你收好这笔钱，藏在只有你知道的地方。婆婆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而且为什么不能告诉小浩？我结结巴巴地问。婆婆握住我的手，力道大得出奇，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告诉他。这笔钱是你的保障，将来也许有一天你会需要它。我的脑海里闪过无数个疑问：婆婆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？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儿子？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婆婆似乎看穿了我的犹豫。媳妇，我从不干涉你们小两口的事，但这次你必须听我的。拿着这笔钱，藏好它，别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小浩。他的眼神中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决和忧虑，让我不忍拒绝。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，接过那个看似普通却沉甸甸的饼干盒。谢谢你，媳妇。婆婆的肩膀微微放松，记住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走出婆婆的房间，我感到双腿发软。这笔突如其来的巨款和婆婆神秘的叮嘱，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。我和小浩结婚5年，从未有过秘密，现在却要背着他藏230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晚上，我彻夜难眠。婆婆的钱就藏在我的衣柜深处，每次想到她，我就感到一阵心慌。小浩回来时，我几乎控制不住想告诉他，但婆婆严肃的表情和叮嘱又浮现在脑海中。我尝试着旁敲侧击，问她最近工作怎么样，家里有没有什么变化。一切都好啊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小浩奇怪地看着我，没什么，就是感觉你最近有点累。我勉强笑笑。小浩搂过我的肩膀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工作忙了点，但都在控制范围内。倒是你，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我摇摇头，强装轻松，可能是太累了。当晚，小浩很快入睡，而我却辗转反侧。我和小浩的婚姻一直很幸福，他体贴顾家，对我百依百顺。婆婆也是个开明的长辈，从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就像普通的小康家庭，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也衣食无忧。为什么婆婆要给我这么多钱，而且是瞒着小浩？难道她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，久久不散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去厨房准备早餐时，婆婆已经在那里忙活了。媳妇，那件事你别多想。她头也不抬地说，就当是个保险，希望永远用不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婆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？小浩小浩很好，别胡思乱想。婆婆打断我，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她的话不但没有消除我的疑虑，反而让我更加不安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留心观察小浩的一举一动，寻找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。他的手机有密码，但我们之前一直互相知道对方的密码，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。然而，当我再次拿起他的手机时，发现密码已经更换了。你换密码了？我故作轻松地问。小浩有些慌乱。哦，公司要求定期更换，安全措施。他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发现小浩的变化越来越明显。他开始频繁出差，有时深夜才回家，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水味。他变得对手机格外在意，总是面朝下放置。他的情绪也变得起伏不定，有时温柔如初，有时却莫名暴躁。这些变化让我心如刀割。难道婆婆早就看出小浩出轨的迹象，所以才给我那笔钱作为保障？一天晚上，小浩又说要加班，我决定验证我的猜测。趁他洗澡时，我试了几个可能的密码组合，竟然成功解锁了他的手机。颤抖着打开他的微信，我看到了一个名为小甜心的聊天记录。最新的消息是，今晚老地方见，我等你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原来婆婆是对的，她一定察觉到了什么，才会给我那笔钱作为离婚的保障。我强忍着泪水，装作若无其事地放回手机。当晚，小浩出门后，我独自在房间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该怎么办？直接质问他，默默接受，还是拿着婆婆给的钱离开？正当我陷入痛苦的挣扎时，婆婆轻轻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都知道，她坐在我身边，轻声说：“小浩最近的变化，我看在眼里。”我再也控制不住，扑到婆婆怀里，嚎啕大哭。她出轨了，我在她手机里看到了。婆婆叹了口气，轻拍我的后背：“孩子，事情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那笔钱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。”她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说：“不管发生什么，记住，你还有我，还有那笔钱。别冲动，等时机成熟，一切都会明白的。”婆婆的话让我更加困惑。什么叫事情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？难道除了出轨，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秘密？那晚，小浩回来得很晚，我假装熟睡，听到他轻手轻脚地进入浴室，水声响起，我悄悄起身，拿起他扔在椅子上的外套，口袋里有一张酒店的房卡和一张皱巴巴的收据。我打开收据，发现是一家珠宝店的购物单，金额高达3万多元。小浩买了这么贵重的珠宝，却不是送给我的，我的心再次碎成一片片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小浩的关系表面上如常，但内心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我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，考虑是否应该提出离婚，如何处理那笔婆婆给我的钱。一天晚上，我们久违的亲热，在情到浓时，小浩突然紧紧抱住我，在我耳边低语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有事瞒着你。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终于要坦白了吗？我推开他，强装镇定：“什么事？”小浩深吸一口气：“我接了一个高风险的项目，可能要赔很多钱。”这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。我困惑地看着他：“什么项目？”“一个境外投资，原本回报很高，但现在出了问题。”小浩的声音很低：“我投了我们大部分积蓄，还借了高利贷。”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原来不是出轨，而是巨额债务。那个
小甜心是谁？我忍不住问。小浩一愣，你看了我手机？我点点头，眼泪已经在眼眶中打转。那是借给我钱的人的代号，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借了高利贷，所以……小浩垂下头，对不起，我本想等项目回本再告诉你，没想到越陷越深。那珠宝呢？你买了3万多的珠宝给谁？小浩苦笑，是送给对方的利息，他们要求的。这些人不好惹，我已经被逼到绝境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难怪婆婆要给我那笔钱，又叮嘱我不要告诉小浩，她一定是察觉到儿子的经济问题，想保护我不受牵连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小声问。我不知道。小浩看起来像是老了10岁，可能要卖房子，但即使这样也不够。最坏的情况，我们可能要离婚，这样至少你不会受到牵连。我的心揪了起来，原来他考虑的不是背叛我，而是保护我。我们还有多少债务？我问。加上利息，大约200万。小浩的声音颤抖。我本来想着项目成功就能还清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200万，刚好婆婆给我的钱足够还清，但我该怎么解释这笔钱的来源？如果告诉小浩是他妈妈给的，那不是违背了婆婆的嘱托吗？那天晚上的谈话过后，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一方面，我为小浩的隐瞒感到失望；另一方面，我又为他的处境感到心疼。最令我纠结的是，我手上有能解决问题的钱，却因为婆婆的叮嘱而不能拿出来。天亮前，我悄悄起床，去敲婆婆的门。媳妇，这么早？婆婆似乎早就醒了，甚至穿戴整齐。婆婆，我知道小浩的事情了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，他欠了高利贷，差不多200万。婆婆叹了口气，示意我坐下。她终于告诉你了，您早就知道。我有些吃惊。当然，我是她妈妈。婆婆苦笑。几个月前，我就发现她行为反常，经常深夜接电话，神色慌张。我偷看了她的账单，发现大笔资金流向境外。那您为什么不直接帮她还债，而是把钱给我，还要我瞒着她？我不解地问。婆婆的表情变得严肃，因为我了解我儿子，如果我直接给他钱，他可能会继续铤而走险，想赢回损失。我给你这笔钱，是想让你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最明智的决定。我明白了婆婆的用意，她不是不爱儿子，而是用这种方式保护他，也保护我。那现在我可以用这笔钱帮他还债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婆婆沉思片刻，可以，但有条件。她告诉我，要让小浩签一份承诺书，保证不再涉足高风险投资，并且要将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，作为对我的保障。记住，不要告诉他钱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你多年的私房钱和家里的积蓄。婆婆叮嘱道。她需要从这次教训中学到责任和珍惜。我点点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婆婆的爱如此深沉而复杂，她用看似严厉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。当天晚上，我拿出了200万交给小浩，告诉他这是我多年攒下的钱，加上变卖了一些首饰和股票。小浩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然后猛地抱住我，泣不成声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。债务危机解除后，小浩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变得更加勤奋和节俭。周末不再和朋友应酬，而是陪我和婆婆在家。他还主动提出将房子过户一半给我，并写下了不再涉足高风险投资的承诺书。婆婆看到这一切，眼中充满欣慰，但从不表露出来。她依然每天做饭、打扫、看电视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只有我知道，
那230万中的30万仍然藏在我的衣柜深处，作为我和这个家的最后保障。3年过去了，我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轨。小浩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事业有了起色，不但还清了我的借款，还攒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。我们的感情也比从前更加深厚，因为经历过风雨，才更懂得珍惜晴天。直到那天，我偶然发现婆婆在房间里收拾行李。婆婆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好奇地问。回老家住一段时间。婆婆头也不抬地说。我察觉到异样，仔细观察婆婆的脸色，发现她比平时苍白许多。您是不是不舒服？婆婆停下手中的活，叹了口气，瞒不过你，我去医院检查了，肝癌晚期，医生说时间不多了。我如遭雷击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怎么会这样？您看起来一直很健康啊。我早就知道了，3年前就确诊了。婆婆平静地说，那时医生给我1年时间，我硬撑到了现在。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3年前婆婆要给我那笔钱。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想提前安排好一切。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为什么不接受治疗？我哭着问。婆婆轻轻抚摸我的头，治疗需要很多钱，而当时小浩正陷入债务危机，我不想雪上加霜，也不想让你们为难。我这才意识到，那230万可能是婆婆的全部积蓄，包括她的医药费。她宁可放弃治疗的机会，也要保全儿子和儿媳的家庭。剩下的30万，你留着吧，将来说不定用得上。婆婆微笑着说，别告诉小浩我的病情，等我走了再说。我不想看到她自责。我泣不成声，紧紧抱住婆婆。不，我们去治疗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和小浩有能力负担医药费。那天晚上，不顾婆婆的反对，我告诉了小浩一切，关于婆婆的病情，关于3年前那笔钱的真相。小浩震惊地说不出话来，然后冲进婆婆的房间，跪在她面前痛哭流涕。婆婆最终妥协了，同意接受治疗。我们带她去了最好的医院，找了最权威的专家。虽然病情已经很严重，但医生说积极治疗还有希望。治疗期间，小浩几乎放弃了所有工作，全心陪伴在婆婆身边。我也辞去了工作，每天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。那30万钱和我们的积蓄一起，用在了婆婆的医疗费上。1年后的今天，婆婆的病情奇迹般的稳定下来，虽然还不能说痊愈，但至少控制住了。当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时，我和小浩抱在一起，泪流满面。回家的路上，婆婆突然说，如果不是你违背诺言，告诉了小浩，我可能早就不在了。我泪眼模糊地看着她。婆婆，家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。您给我钱是为了保护我，但有些时候，真相和共同面对才是最大的保护。婆婆点点头，眼中含泪。你说得对，我一直担心小浩不够成熟，怕他承受不了，所以习惯了一个人扛。现在我知道他已经长大了，你们可以共同面对风雨。回到家，我拿出那张3年前婆婆让小浩签的承诺书，在大家面前撕碎。我们不需要纸上的保证，我说，我们需要的是彼此的信任和坦诚。小浩紧紧抱住我和婆婆，这个曾经差点支离破碎的家庭，因为爱、理解和宽恕而变得更加坚固。人们常说婆媳关系难处，但在我们家，婆婆不是敌人，而是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她用看似严厉的爱，教会了我们家庭的真谛。那230万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与责任。如今回想起3年前的那个下午，
婆婆神秘地将我叫进房间，交给我那个装满钱的饼干盒。我依然会泪流满面，不是因为痛苦，而是因为感动和感恩。在你的家庭中，是否也有这样的秘密和牺牲？当一个人默默承担一切，是出于爱还是不信任？当我们选择隐瞒真相，是保护还是伤害？也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：真正的家人应该在风雨中相互支撑，而不是独自承受。那些看似复杂的家庭关系，归根结底不过是爱的表达方式不同。婆婆用她的方式爱着这个家，而我们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爱她，爱彼此。这大概就是家的意义，不完美，却真实，有矛盾，也有包容，经历风雨，依然相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